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水景，是我最近打造的一个黑水沼泽鱼缸。这个鱼缸我采用了全天然的素材，腐木、苔藓和水生植物都是我从加拿大的自然界中采集来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蜗牛，是我采集这些植物的时候不小心带进来的，希望它也喜欢这个新家，并能够茁壮的成长。这个沼泽鱼缸最大的特色是浓缩了加拿大的自然水景，把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沼泽池塘的水景浓缩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缸中。由于它不需要用电，因为它没有 filter， 所以它可以很方便的放在任何地方，你的办公室里、你的书桌上，所以非常的实用。当然，这条鱼是来自南美的 Beta， 我是从水族店买的，它是这个鱼缸真正的主人。下面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样打造它的。如果您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，请 Google Zoo DIY， 打开我的视频主页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居 DIY 的视频供您欣赏。欢迎订阅，这是对我创作最大的鼓励。好，这个是这个水景用到的一些基本材料：2块岩石，一个鹿角状的腐木，还有一包水族用的骨料。第一步，我要把这个鹿角状的腐木放在开水里面消毒。这块腐木是我去年去阿冈昆 camping 的时候捡来的，然后我去野外 hiking 的时候，我会采集这些苔藓和植物的素材。这是一块长在林子中间空地上的苔藓，我用小铲子把它挖松，然后取一块备用。我把它放在塑料的饭盒中。苔藓有各种各样的种类，它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，去选取不同种类的苔藓。像这个就是长在石头缝中的，这个是长在腐木上的、木桩子上的苔藓，还有随手捡来的腐木，都可以用来作为景观的元素。这个是我这个水景的创意来源，是加拿大的沼泽地的池塘，有很多的乌龟在这里栖息。好，我来到沼泽地的边缘，想选取一些水生植物。这些水生植物生命力都非常顽强，非常容易成活。在一个小溪的边缘，我看到了非常翠绿的长在一个石头上的苔藓，我准备把它取一部分用来做水景。好，这个就是把黑水沼泽浓缩在鱼缸中的水景。现在我们开始一步一步的来创造这个水景。首先就是把那个鹿角状的腐木放在鱼缸里面，然后
倒进小碎砂石组成的骨料。这种骨料，是我做上一个水井剩下来的，只有大概1/4了。我用手把它营造出一定的坡度，这样呢，这个鱼缸会有浅水区和深水区。浅水的部分主要用来种植水生植物和放置苔藓，深水的地方则供小鱼畅游。把2块石头放进去，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找到觉得最美的组合。我用小刷子像考古学家一样，把这个浮木上面的灰尘再刷一刷。我的猫似乎非常感兴趣。好，现在我用喷一些水，把这些骨料和腐木搞得比较湿润，以方便种植这些植物。这一块苔藓是长在一个非常浅水的区域，我把它放在这个水位线的位置，最接近它自然的生活状态。好，再喷一些水，尤其是腐木上，这样可以放置更多的苔藓。苔藓是一种无根的植物，它就像地毯一样，其实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。好，现在我可以准备加水了。这个是我从我现有的水族箱中取出来的水。这个水族箱已经 set up 差不多半年了，水质非常良好。用这种现有水族箱中的水，是为了让它更快地完成生物的循环。好，我用一个容器把水顺着腐木缓缓地流下去，这样水呢就不会冲击到刚刚种植到的植物。好，水基本上就加这么多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沼泽鱼缸，不需要太深。然后我还可以根据需要，种植更多的植物。我一开始放进去的这个从水族箱里面取出来的植物呢，由于它比较长，相对于这种浅水缸不太适合，这样它会漂浮在水面上，显得比较凌乱。于是我又换了另外一种比较矮一点的植物，我又增加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苔藓，
这样这个缸就显得非常的多姿多彩，非常的生机勃勃。水呢还是非常的浑浊，但是我并不担心，过2天就会变清。好，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水族箱水质循环的过程。首先呢，鱼会有一些排泄物和鱼食，它会转化成氨，氨是有剧毒的。然后氨在细菌的作用下会转化成亚硝酸盐，亚硝酸盐仍然是有毒的。然后细菌会进一步把它转化成硝酸盐，硝酸盐没有那么大的毒性，它是植物很好的食物。这样呢，通过换水会稀释硝酸盐的浓度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完成一个生物的循环。2个星期以后，我会对水质进行一次检测，看一看这样的生物循环有没有完成。大家可以看到水已经非常清澈了。我用的检测的试剂呢是叫 API Freshwater Test Kit， 我下面会有链接，如果大家需要购买的话。这个 kit 主要检测4个指标，一个是 pH 值酸碱度，一个是氨的含量，一个是亚硝酸盐，然后是硝酸盐的含量。依次的倒入试剂，其中检测氨的时候，有2个瓶子分别标了1号和2号，要严格按照次序，不要搞反了。检验硝酸盐的时候也是有2个瓶子。好，盖上盖子，混合一下。过了5分钟就可以来比对结果。这一次的水质不太令我满意，酸碱度 OK， 在7左右，但是氨的含量偏高，亚硝酸盐非常高，硝酸盐 OK， 但是由于氨和亚硝酸盐都偏高，所以还不能养鱼。现在我准备放入这样一个 API Quick Start， 其实是一种细菌，可以加速生物的循环。好，1个星期以后，我又进行了一次检测，这次结果非常满意，氨的含量几乎为0，然后亚硝酸盐也是处在0的含量的位置，硝酸盐的含量也非常的低，这是一个非常 healthy 的环境，可以养鱼了。这个是我从水族店买来的一条 beta， 我女儿把它命名为鱼娃娃。它有漂亮的尾鳍和背鳍。好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倒进鱼缸中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这个黑水沼泽鱼缸的水井就制作完毕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